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大叔叔中中文。文，我们已经越来越一致化了耶，对对，对，真越来越的真的整齐，越来越很有训练齐了。气势。有素，练习是对对对对，有用的啊。好，嗯。那我今们今天的主题呢，跟我们的 Ben 叔很有关系。Ben 叔最近遭遇了一件重大的事件，什么事情？让我们对快告诉我们让我们听了非常震惊，一定啊！要分享，一定要不分享，对我觉得对对对，对不起各位听众。惨绝人寰的事情，真的让人透受惨不了了，绝人寰，对对，所以呢，这痛彻个心扉今天的啊！主角好，是我们的 Ben 叔啊。对，好，对，那 Ben 叔就由你开始告诉我们这个惨绝嗯人寰、超级悲惨嗯，的，我好烂，我的成语好烂，超级悲惨的心如对啊，一个。刀割。这个事情发生在上个星期四，所以现在我还在一个低谷期，所以嗯，今天这一期也是你们两个做我的这个心理治心里 疗师。对，可以不要吗？我就是然后有没有安慰，我我们今天还要安慰你？安慰 Ben 叔，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啊，嗯嗯。让大家学习一下，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用我们是怎么中安慰文安慰别人的。怎么安慰别人的？很有用啊，我是的，觉得。很有用，很有用。好，那 嗯嗯 Ben 叔，你是，先，你先把我悲先介绍惨的情况一下吧。首描述一遍。对，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之前的一些工作情况，因为嗯我当了10年的全职对外汉语老师嘛。对，当老师之后，然后突然我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机会，工作机会。这个工作机会是在一家这种一个在线的 APP 的一个平台，这个嗯平台是跟那个 Duolingo 差不多，多邻嗯国，就是你嗯嗯每天花10分钟、20分钟去在手机 APP 上做题，然后你来学习这门语言。他算是 Duolingo 嗯。的竞争对手，对不对对对对，而且这个公司最近刚刚，它是一个英国的公司，然后它英最近国的公司去年被美国的更大的一个世界前5强的一个公司给买下来了。收购了哦啊。所以哦，哦，所以他们就是突然收到很多的资金，就开始招兵买马，于是就是雇了很多这个新的这种我叫 learning designer 这种设计哦，师、课程设所以计师。有一点对对对，扩展嗯。规模了，对不对？扩展公司的规模。对，然后刚好他们在西班牙的马德里有一个办公室，所以他们也在找一个中文的设计师，因为他们的课嗯，程主要是做的特别棒的是那些欧洲的语言啊，这种或者是拉丁语言啊，但所嗯，是以最近就是最近很火红嗯，的波兰语啦、俄罗斯语都有。对，都但语言会有都有，火红吗？又不是遭殃的。像俄罗斯语应该没人学了吧？最近因为战争的缘故。这乌克兰语啊，这因呃为战争的关系啊，很多对对人对，因为他很多人学吧。们做了一些这个，因为战争嘛，他们就是给乌克兰的人民就是免费的用了一段时哦间啊，哦，哦，所以就不错耶。是那边的人可能就，虽然不是喜欢吧，但是他们也觉得有必要，生活里边需要学习一下波兰嗯，语和俄对，语，所以对这些就是他们之前这些。怎么说呀？设计师、课程设计师都没有，但是就是从去年开始就招了很多这种总的课程设计师。然后我哦我那个时候经历了2个月的面试，然后拿哇，到了这个工哦作，所以哦，就觉得挺幸运的，因为那你就是基本进去就是从零开始弄的是吗？对我就是从零开始帮他哎，们弄，因为但叔，他们这个公司在之前有没有中文的那个 organizer？有没有？之前的话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把那个英语的课直接给翻译了一下，哦，所翻译以就成中文。哦，啊，那肯定就没有感觉不符合这个。肯有点定嗯肯定不够不太地道的，自然。对，不太对，自然。所以就是他们也是想着，就是要把这个课做的真的更地道一点。到地更自道一点，然一点，然自然，后更地对道一点。对，对对。所以我还挺兴奋的，因为我当了10年老师嘛，我想，哎，有很多做个经验，课程设对对对，计师挺嗯，好玩儿，而且两听起年在家。来很有意思，听起对啊，来非常有意思。哎，但是但说你面试的嗯过程会不会很辛嗯。苦或很困难？面试的过程挺复杂的，就是我开始的话有第一轮面试，对，然后过了第一轮面试之后要做一个90分钟的笔试，然后这个笔哦，试就是要在家里答题，用英语去回答很多很多的这个专业的问题，哇哦嗯嗯嗯，然后再有第2轮和第3轮面试啊。，OK，
所以经历了这些之后，然后终于拿到这个工作，而且，我觉得，因为他们毕竟就是被美国大公司收购了，所以资金挺对充足的，对对对，他们的薪水很有竞争力，对，福利也特薪水很别好，优渥，薪水很好，薪水优渥。对，哦，OK，所以就觉得一切都很好。然后从完美啊，对对去年嘛到今年，这个月6个月了，然后这6个月就是做的也挺开心的。对，我们前几期中不是间其实才听你说过这个万圣节的时候，你们还全部对穿着啊，服装那个什么去然后上班啥的。很有上班的那种过节的气氛，而且对对对，就而且变是叔，你呃当时嗯说你找到这份嗯工作的时候，我跟灿嗯叔其实内心是非常羡慕的。羡慕。对你有了嗯，一个正职的工作，而且对，呢，这个工作也是你的专才，所以我觉得，对。我跟灿叔还蛮羡慕的。我开始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挑战挺大的，哎，对因为我的公司里边没有人太懂中文，然后嗯，他们的课已经有他们的模式了，但是中文教学有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你在教的时候，对你不可能上来就汉字拼音全都给学生，学生就对懵了。所以对我就是自己有的这个东西，再加上他们整体的公司的这个风格，对课程要求的风格，这个嗯，中间也会有很多的冲突。因为嗯，如果他们不知道怎么教中文的话，这里边是对，很多有这种教学理念的冲突。没错，然后我在这个6个月中间想过要放弃，因为我之前说过，我每次做好一个课，来了一个领导满意了，但是再来一个领导就不满意，不满意。然后啊，大的领导又不满意，我要总是不断重新的推导，不去改断我做好推导，对。公的课。司常常会这对，样子，公司都是这样子的，对，我感觉常常会就是还是他们像你说已经有一个既有嗯，的模式，你中文的话要感觉另辟蹊径的话，他们觉得可对，能对是不是不行这种状态。对，哎，我没还想问错，一下，你就因为他是当时嗯你前几年都一直是一个人在嗯，家里面对着这个镜头上课，是的，你当时想是的，去这个上嗯。班，是不是也有想和人稍微接近一些这种感觉？面没错，对面就是接触那一想种，对在不对？疫对，情在家里好长时间，就真的想出去看一看嗯，世界，然后了解一下别的同事。而且对，在这个公司，每一个语言设计师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嘛，然啊，后还有这个高层的管理人员呢，再加上英国和美国公司合并啊，这种就发现你会认识各种各样的人，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的背景，还有了对解英国、美国的这种工作方式的不同，我觉得挺好玩儿的一个工作。因为对对，变叔之前好像在 Verbaling 对不对？嗯，还有那个 Preply 是不是都在这些在 平台 italki 和 ？iTalki 哦 Verbally，那这，iTalki 只是当嗯，中文老师嘛，只是在网上授只是当课而已嘛。老师，对，对，OK，这个就是要写课了，每天在电嗯，脑前面做这但个课，是而且但是这我还有一个团队，哦，在这个公司里，你还有一个团队，你我可能就是有一个团队，我们有这个，他们是这个自由职业的老师，所以我们在一起啊，我这都是一个一个面试他们，把他们招来的，哦，是你就是找来的，我自己你组的我面试他们的来的团队，，OK，对，都中国人这然吗？还是后就都中国人帮吗？对，中国人，对，就是几个呢？我几个？和你底下这个五个几个人？中国人，我们六五个，个人的一个团队，5个人都是哦你面试来的。对对对，啊，所以哦，这等于这个所以主管的职啊，主管职对不对？对，嗯，所以我就很兴奋呢，就觉得哇，就是不仅我可以学习或者是做课的经验，而且我还能培养一些管理的经验，所以就对对对，就还对对对对挺有对，意思的，没错是，没错。哎，而且那变叔嗯，那个时候我有采访过你，特别你对，刚进了这个公司之后，你有特嗯别聊到公司环境熟不熟悉，然嗯，后公司用的对，电脑熟不熟悉，然嗯，后呢，还有工作的方式也跟一般的上班族不太一样，对不对？是的，有几天可对。以在家里上班，可不可以大概讲一下那些东西？对，对，我比较喜欢这个工作一点，就是我2天去办公室，我3天在家里工作，嗯，这太所以爽了，我说实话。是疫情的关系吗？还是这呃个公司的体是制本来就这样？是疫这个情还是疫情的关系疫情的关系？哦，啊，还有就是早上晚上，早上我去办公室，比如说我晚一点去啊，或者我早一点回家都没关系，都很灵活的啊。啊，哦，但把该但是他们很做的事做聪明，好就好了。他们也很懂，就是他们会给你设置一个东西叫做 目标 OKR，就啊，是工作目标，每个目标，对季度都有一个工作目标。但对，是你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你可能最后还是要加班一点点才能明白实现这个你意思，目标啊。对对对，
很聪明，算虽然责任制嘛它制度灵活，但是又有一对些是死硬性的规定，你需要去达成的。对，你要达成它，你肯定你要要加班每天摸鱼，你少工作的话，做不完你是完成那不行。不了的。对对对，对，而且你是在管理一个团队啊，你不可能很多时候太松散，嗯，你不然底下人对怎么办？对不对？邓叔，没错，管理是你第一次接触管理职吗？这一次的工作这个不是以前我在国内的话也有在培训中心，但是属于做培训了，也，OK，跟那个老师管理的关系不算太多。但这个好真的是这个真的这个工作是是管理我管理中心好好奇啊，你当年做过嗯培训哈，培训的人不是都打鸡血了哇？这样肯定有没有这样？没有啊，就是告诉因为是老师的教学培训，不是那倒也那种哦那种销售啊商业对的这个对对对那个鼓舞士气的，不是那种培训，所以大家来还是真的想要学一些干货的，所以那我就倒也是讲干货的话就没有必要那么没有打鸡血鸡血了，没有鸡对血了，对对对。，OK，所以目前为止，所以感觉听来还挺美好的，就工作对，而制度啊，且学习怎么办？到很多东嗯西，对啊，然后呢，薪水又优渥，对，然后而且每个又可以月还有这种奖金团建活动，有这对个对对对。每个月有我们自己团队的团建活动，也有这个大的全公司的团建活动啊。啊，我看你比如说之前朋友圈发了，还吃火锅呀、什么的。投篮球，对对对，啊，你知道吗？上个星期三我晚上我去跟我的朋友去玩团建，就是打那个 laser gun 这种激光枪。啊，就是我们去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互相这个拿激光我知道枪就互相追着跑啊打呀、然后玩完之后，我们还一起很快乐的一起聚餐啊，这些都是公司给买单。哇，那到了星期四，啊，你要开始讲悲惨的事情了吗？对，一现切就是都在要公布了很就对了好，都很美好。就有时候而且我的突然这样很美好，突然要把你打碎的这种感觉。对对，而且我的这个直接的领导，他之前因为我跟这个公司签的是一个1年的合同，哦，就他们说年1年以后会把这个1年的合同转成这种无限期的、哦永久的合同。嗯我的直接的领导他很满意我的工作，他就是在之前也有告诉过我说，哎，非常有可能就是我们会提前把你的1年合同转变成成无限期永久无的合同。限期的，对，所以我在这个公司就是，而且我了解，我真的是倾尽所有，就是我对我做的东西，我也特别满意。我觉得哇，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创新，倾市场注所有上竞争的心力对手，竞争对手都没有这样的产品，而且我也不需要这个公司去额外的花钱去买这种pop-up dictionary 啊，这种就是其他弹出的软件字典，嗯，因为他们的这个不可以看拼音，而且没有这种学汉字笔画的东西。我就在这些没有任何智能软件的情况下做了一个挺好的一个课，所以我对我自己挺有信心，就是一直留在这个公司。对对对，所以到了星期四的早上，我就快快乐乐的上班，10点多左右，突然所有的人收到一封邮件，这封邮件说我们在15分钟后会有一个全公司大会，线上会吗？线上会，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就是全突然公司的突然通知你，对，而且这个会议只持续这个10分钟， OK， 10分钟就结束了。就是这个他在那个日历上就显示这个会议只会10分钟就开完，所以大家顿时就觉得哎，怎困惑么回事儿？对对，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发会生过。议？对对，所以那我就进这个会议吧。我进这个会议，其实我还一边做我的工作，一边就是想听听这个会议。进这个会议的人只有中文这个组，还是不是？他是全公司啊，他是全公司的，包括你的直属主管吗？我的直属主管住在美国，时间不对起床呢。啊，对对对对哦，在这个时区的人都收到了，对。大部分人会住在这个欧洲这边，有一些那个其他的住在美国的人还没有起床呢。也就是你们公司最高层发的一个邮件，然后是。哎，安道理，你的直属领导是美国，他是美国总公司那边的吗？还是他只是住在那边？他也是他是最近搬过去的啊，他是近1年搬家过去，因为他在那边有家庭嘛，所以他就没办法。
就是公司觉得他是很厉害的人，所以人才虽然人时差不一样，但是还是要把他留住，保留他。对。对。那我参加这个会议之后，就发现这个我们的 CEO 老板嘛，在前面就说，说你有看到他的脸吗？有看到 CEO 的脸吗？有看到啊，有看到啊。其实，在这之前，大家都觉得可能开这个会是为了增加薪水，加薪，对不对？因为现在是通货膨胀嘛，因为战争，对，然后所有的价格越来越贵，大家就觉得是时候公司应该把大家的那个工资水平上调一下，跟那个物价就是，所以开会前大家的心情是兴高采烈那种，都是高兴的，都觉得高兴的，加薪的要加薪了，对。你们肯定底下通气过吧？我看还彼此互相说过，恭喜你加薪。对，大家就觉得应该是加薪，因为很多公司也有这个调整薪水嘛。对，而且又年底了，对不对？加薪的可能性很高，可能是有什么新的有意思的好的新闻，福利的新闻。对。结果开会的时候，就是老板就黑个脸嘛，然后老板说因为我们今年这个经济情况特别不好，然后赔了很多钱，亏损，所以而且他说的很快，我们不得不裁员10%啊。如果你在5分钟之内收到了1对1的会议的邀请，说明你会被辞退啊。1对1的邀请，所以你们这个10分钟后可能还会收到一个1对1的邀请，那表示你就出局了。如果我收到了，就证明我的日历上出现了这个会议邀请，那就是说明出局了。那很可怕耶！这个好像我们这个灿叔，我们这个东方是这样嘛？这个最后跨年的时候，老板会转一个鸡头，对不对？转到那个谁对到鸡头，他就要被解雇啊。转什么？转那个鸡的头？转鸡头，他会请大家吃，他会请大家，嗯老板会在台湾，可能大陆没有，在台湾呢，老板会请所有的员工吃大餐。那如果老板要解雇一个人的话呢，这个所有员工点一盘鸡，大圆桌上面，然后呢中间放一个很大的一只全熟的烤鸡，然后老板就说，今年啊公司亏损，景气不好，那我现在就转一下鸡头，鸡头对到谁，那个人就被解雇了，被 fire 了。那就是随机转的吗？他因为不知道是转到谁啊，不晓得是谁啊，就转了，那个对到那个人就被炒鱿鱼。台湾那就是这些人还挺好，是随机性的。对，我们这个就是我发现最后就是收到这个1对1邀请的人，本来我以为我对我很有自信，我就觉得跟我没关系，还很开心。我觉得我怎么都落不到那10%吧？对啊，因为背书是倾注所有心力，独一无二的课件。对，我觉得如果你裁掉我，你的中文课就没有领导了。而且比如说这个教学这个课程的设置方案，这个 syllabus 大纲、教学大纲，还有这个所有的课型，都是我开发的，还有每个工作我做到哪里，这个太多的信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别人都不知道，连我的领导都不知道，就很多具体的怎么操作的这个东西，如果我走了，那如果公司要维持这个中文组的话，你一定是第一个被留下来的人。因为你了解，对，就起码可能会裁掉我的下的团队里的人啊。对，我那会儿一听说，我也想，怎么可能？你不是管一个团队的吗？这是。对，后面而且我也觉得很惊奇的是，很惊讶的是，中文是算现在很火红的语言。对呀，按道理也挺火的一个语言。按道理算是前几名大家想学的语言，也不可能裁到中文组才对。所以我有一个有意思的分析啊，因为我不是签的是1年的合同嘛，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阴谋吧，就是说他们不直接签一个长期的合同，签一个1年的合同，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今年就是因为他们被美国公司收购了嘛，所以他们每年要向美国公司要一些第2年的预算。然后如果要预算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我的团队这么大，然后我有这么多的这个员工，多要一些是而且我的课，我们现在有中文课要重新做中文课，做俄语课，做波兰语课，
所以可能多要一些钱啊，多要投资，对对对，然后他们拿到这个其实是在他们拿到明年的预算的第2天，我就被裁了，啊，就是我是这么觉得的，但是官方的说法我一会儿告诉你，他们肯定不能这么告诉我对，吧？那肯定不可能，比较能接受的说法。是，所以就是我收到这个1对1的这个邀请之后，我特别的震惊。5分钟后你就收到了，那对，你底下的那5个人有收到吗？他们就是他们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就是跟我们正式员工不太一样，他们会被明白你就是再通知，另外通知啊。但是办公室里就都很紧张啊，然后很多人都觉得会是自己，就我很大大咧咧，我觉得没事儿，结果我看着他们，我说，哎，我收到这个通知了，然后他们就是很高兴吗？他们应该不敢相信，当然不是高兴，就震惊啊，就收到了就是被辞退啊。他们没有高兴，但是他们就会觉得，怎么可能是你？对，怎么可能是你？按道理是怎么可能？应该是我，或者是怎么会是你啊？对。因为我旁边的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都是新来的，其实挺担心的啊。对，按道理最多就是精简一下你这个团队或怎么样，你就直接把一个整个部门给砍掉，这个我是觉得确实有点。但是这个资本家的游戏嘛，肯定是他那个数字方面有什么有意思的计算，他们想的。资本家当然不会想你的产品啊、内容怎么样。像我的高层领导，他们从来都没有过问过我的课，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做一些什么。只有我的直系领导，还有我们教学部的领导都懂我在做什么。但是那些最高层的是我感觉跟那个下面他是看有没有赚钱，看你对，他不看这些东西，对，他不看你绩效，他不看这个课里面有什么哇创新性的或者是独一无二的东西，他们都不了解，从来没人问过我啊。他们就是考虑到赚钱不赚钱。对，还有就是他们不止砍掉了这个1年合同的这些新招来的人啊，就不止我，还有这个新招的这种俄语啊、波兰语这种，全都给砍掉了。再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些团队里边比较资深的，就是工作了好多年的这种员工，因为他们薪水慢慢的变高了嘛。对，所以就是这也被砍掉了啊。他们就留了一些新人，把就是他也不敢都裁掉，就会裁掉几个工资较高的老人。资本就是完全没有15天的通知，一般都会公司提前告诉你要辞退。这个不违法吗？这个在台湾是违法的耶。你如果没有一点违法啊，所以他们要补偿啊。就是他们都不需要我交接工作，我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在台湾你要1个月前通知，不然是按道理是1个月不被允许的，因为你要至少我应该有1个小时的时间，大概告诉一下我的同事或者是怎么样。告诉他们我还剩下什么样的工作呀，然后哪一个你就是大概的告诉他们一下，交接一下，他们不要的。而且在我收到这个1对1的会议之后，马上公司就有人那个领导就过来说，没收到的人现在回家，啊，就把其他的员工都给撵回家了。早上10点多的时候，就留下我们1对1要开会的人等着，其他的人就是继续在公司待着的。其他人直接走了，来办公室的人就让他们全都回家，然后留下你们将要留下要被裁掉的人一个一个等着进那个办公室面谈啊，所以就很好残忍的事情，就感觉好像电影，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没有感觉到伤心，我是感觉好像我在某个电影里的情节，对，不真实，太戏剧化了，太不真实。对，就美国的那些电影里面不都有裁员的那种场景吗？我就觉得我在电影里，我没有觉得我在。所以我那天看那个谁，那个马斯克马克思，他不是把那个 Twitter 也裁员了%多少？就是感觉和你那个时间点很接近嘛，不是对。一样的，对，就是因为这个公司它是美国的那个硅谷那边的公司嘛，其实在同一天，硅谷好多公司都同时裁员，对，因为好像这些老板好像坐在一起开了个会啊，或者是喝了一杯酒啊，吃了顿饭应该是因为也是年底了啦，然后很多预算都拿到了，大概一定要做规划。对，但是就是感觉不想，就是感觉一刀切，就完全他不在乎，一点点都没有。完全不在乎。那边叔，你这个过程就是后来你收到了一个1对1的一个
邮件邀请，邀请之后，你要再进行一个线上的谈话吗？有吗？不是，我就去办公室里边跟他跟们面谈主管说话。对，所以我就去了那个办公室嘛，去了那个办公室里边坐着3个人，第一个就是我们因为 CEO 在英国嘛，这个是 COO 首席财务师吧，应该是。就当然呢，他们就是很抱歉的那种表情呗。那我当时就是心态调整的挺好，我是比较理性的人啊。我当时我就想着，我应该跟他们就是试着再说一下。对对对。而且我也是真的很爱我做的这个项目，这些作品。因为如果我要走的话，我也想让这个项目能做得好。我不是说我要报复你，我就不怎么样啊。所以当时就是他给我解释是说，2020年的时候，不是去年他们赚了很多钱，所以他们对今年他们做了一个很大的预算，很有野心的安排。然后他们发现今年赔钱赔了很多，然后中文课是不太赚钱的，所以他们想就是裁掉我，这个是官方的说法嘛。那我觉得这个站不住脚啊。对呀。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走没有关系的，我完全可以 OK 我走，但是我想说，你的中文课不赚钱，是因为你的中文课现在不是一个好的产品。对你现在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产品，当然你肯定会赚钱，而且现在我刚工作了6个月，我刚做好的课只发布了一点点，你还没有看到表现，还没有看到数据。你如果再等一等的话，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方法其实是有用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好的产品，我觉得你不用担心这个事情，而且现在是趋势，大家都上线学中文，去不了中国嘛，所以我觉得中文是未来的趋势嘛，一定会越来越多人学中文。没错，我就是试着跟他解释一下道理，然后我就发现这个领导吧，他就是给你点头的表情，但是我说什么，他不在乎你说什么，他给你那种伤心的表情，但是他不会回应你。他就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你就发现是不进去的。我说的话都是左耳进右耳出，对，都是没有过他的脑子。我觉得他正在想的就是，哎，这个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开会的人了，这个人走了就可以吃饭了。我是这么觉得的，因为他开了很多次会了，他前面他们先砍掉那些有经验的嘛，那我后面这种1年合同的就比较容易。遣散。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听命行事吧，可能 CEO 告诉他们说这些人要裁掉，你们的工作就是把他们打发走就好了。对，要表现这个他们也没有表情，对，他们没有决定的权利了。对，所以那一刻，因为我觉得贝叔讲的很有道理啊，你产品好，你怕什么？只要再多给点时间。是的，我就觉得中文做起来一定赚钱的。我就说我走了没关系的，你至少了解一下我做了什么，我的课，你的课为什么跟别的课现在不一样？这个他不在乎的，也不想听这些东西。他不想听的了。就最高层的领导反而你发现跟这个下面是脱节的，觉得有一点。对。然后他说完之后就走了，然后他就说我的同事会帮你处理后面的事情啊。就剩下一个 HR 人力资源的员工和一个律师这种负责法务的这个人，就剩2个人在。对啊。然后他们然后我当时就还是觉得我在电影里边，我在想我好像看过很多这样的情节，就是他们想让你快一点签合同这样的，然后赶快走。所以我就想我就先不要签。Ben叔，你还想挣扎？你还想继续？我还想就是先再说服他们，因为他给我好多张纸，这么20多张纸吧，我也没办法那一刻就是读完所有的东西。但是他们就是想让我签嘛，就说我们没有15天没有通知你，这15天我们会赔偿你，会给你这些钱，然后你这个月工作的几天，还有你没有用的这些假期我们会再给你算一份钱，然后你今天就会收到这2笔钱然后他们还说就是还有一份合同，
这份合同上面就是大概就是放弃你的一些权利吧，放弃你以后告他们的权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权利。但是他没有给我告诉我这些，他只是说刚才这些都是法律上要求我们必须给你的。对，但是呢，我们公司很好，就是为了对我们的员工，为了更好的照顾你们，所以我们会再给你这些额外的钱，但是你要签了以后才会给你这个钱啊。那签了就是你限制你不能告发公司，对不对？就是一些对一些可能内幕什么的都不行了这种。然后，但是他有没有限制，就是你这个产品以后在别的地方能用吗？这个没有关系吗？他这产品没办法，因为它是一个内部系统做的课你也带不走。他们是那种就是给好多题型嘛，你去编那个题型，然后他这种 APP 就是这种短期记忆的变成长期记忆的。我知道那个艾斯什么豪宾也那个玩意，就是那个就是 Duolingo 那种，那一样，对，一直记忆曲线的那个东西，你不断的记忆曲线的那个东西，对，再回来复习，再回来复习，所以那个东西其实我自己留着也没什么用的，因为它是在它那个格式里边做的。对，明白你的意思。但你自己有很多内容以后哪怕自己在做，咱们大叔做火了，咱们做一个，我跟你说，做一个搞死他。这个，所以我就是要自己对自己要做这个。我觉得我就通过这件事，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花这么多心血给别人做东西，我应该把自己的我有一些有效的这个汉字的方法，比如说这个 APP 它根本没办法很好的教汉字，那这个东西我可以拿过来，我可以自己写一本书，然后帮大家学。对啊。因为6个月其实变出加上前10年的这个线上教学的经验，其实应该已经可以做一本书。学习中文的方法跟技巧，然后你自己。我是想做2本，一本是汉字，教大家怎么认汉字；另一本是发音，就这2个我是想。而且还可以圆这个变书做作家的梦，对不对啊？对呀。其实我已经，我这个2个特别擅长的东西，我已经想办法融入到这个课程里了。就是他们真的目光太短浅了。对，我就是，真的就是在留着一下的话，这个成语叫什么？鼠目寸光是吗？对，是鼠目寸光，真的是鼠目寸光。就是我已经把这个东西融入进去，他再给我一些时间 ，A1 的课就快出来了啊。对。但是这个也是让我伤心的，就是我对这个公司可能，喜欢程度没有我对这个公司的工作的喜欢的程度高。就是感觉真的我做的这个东西是完全是我做出来的一个东西啊，我特别爱这个东西，然后感觉这个公司就把我喜欢这个娃娃一下给抢走了。就我伤心的点，最主要他不是抢走，他的弃之如敝屣这种感觉，觉得对，因为笨叔对，而且就是这种不尊重人，就感觉没有人性。我是一个数字，我是一个便宜的这个裁员，一个销售数字而已。那你没有达到这个数字的话，而且笨叔我觉得这样也不合理，就是这个公司裁了你，也代表你之前6个月做的东西不可能再延续，而且甚至不可能再使用。所以那个课就是只有 A1 的前半部分，就是你能看到我做的一些东西，后面就一样了。其实就不可能再使用了，因为那个熟悉这套东西的人已经被他们裁掉了，等于但是他们也是比较聪明，因为虽然我被裁掉了，但是我也成功的帮他们研发了几种课型，而且我的那个教学大纲我也后面的就是至少前面的那个初级水平的大纲我都写完了。他们至少可以把这个最初级的 A1 水平的课做完。对，你的意思就是他其实还是会保留中文的，只是说现在暂时不做。就是说把我砍掉之后，可能我的团队会砍一半吧，这样子然后再请这几个，就是把我就是之前留下来的一些未完成的工作给完成掉，但后面的话我就不确定了不确定但是他们就是主要。就是想用前面一些课吸引学生能变成付费的会员嘛，那肯定是对。所以后面，但是我觉得无论什么无论哪个行业，如果你做成一个品牌了，像 Duolingo 是这个行业里的老大嘛，对，可能你的产品就是极其的烂，但是因为你的名字在那里边嘛，你像 大家就是大家想到线上汉语线上词典，汉语词典肯定就是 Pleco， 然后想
想到这种记忆曲线的 APP 学习，就想到多邻国第一个，对吧？对。所以它这个东西做大了，做成市场上的第一、第二，你再有小的这种 APP 做的特别好，因为没人知道，那也没用。对，他们也这也是为什么资本家挺聪明，他们用更多的钱去做市场营销啊，对这样的东西的话，即使你没有好的产品，那对方也不了解，对吧？对。那贝叔，你的离职即刻生效了，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那天晚上的心情？是去吃牛扒吗？还是在棉被痛哭了一个晚上？有没有哭？因为很多同事当时没走，都在外面。其实同事都特别好。同事有来安慰你吗？对，因为现在不都说悲伤有好几个阶段吗？我当时那个阶段还在震惊和不接受的状态，所以我还没有伤心的状态。对。但是我看我的同事，大家都这个就是表情很严肃啊，然后我还是安慰他们的人，我说，哎，没事儿，我可以继续当老师，你们不用这样。然后特别是有一个同事，他是在英国的，然后他就是这次就是来到马德里，就想跟我们团队的人一起见面吃饭，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跟很多同事都是第一次见面。他玩了吗？是他吗？不是他，然后我们中午要去吃饭嘛，然后就是要聚餐嘛，但是因为发生这个事就没办法聚餐了。他好不容易来一趟，结果遭遇了这个事情，太惨了吧！从英国大老远去马德里，然后我一直在安慰他，我说你看我真不好意思，我本来今天应该是你是主角，然后大家都要跟你一起聚会，结果变成你们都安慰我。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当时就是没什么感觉，但是回到家之后，所有的同事一个一个的给我发信息，说你怎么样啊？你觉得怎么样？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变酸了，就是伤心的感觉就涌出来了。毕竟6个月跟同事们相处，然后也倾注这么多心力在公司的产品上，而且你回到自己家是一个人的那种状态，你就很多东西你就没有阻隔了，有同事在，你很多甚至很多时候有社交压力，别人难受，你还得去安慰人家，还觉得哇我没事，其实没事这样。回到自己家就只有自己面对自己的情绪了，这个时候独处的时候，你的情绪就上来了，对不对？对。而且后来想一想，就是很多人就是当时说，我们以后一定再联系啊，一定这个再见面呢。其实你想一想。应该也是比较客套话，根本没有客套话，不可能。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就是共同的做的事情，肯定就是对你像其实你想也很难。对你像那个国小同学啦、初中同学啦、高中同学，你看久了，大部分也都是没有。大家在离别那个瞬间，其实很难受，舍不得对方啊，对，我们要更爱彼此哦。结果痛哭流涕啊！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还哭了，我说实话，但是后面。不见面没有办法，生活没有交集了，然后那就很难再见面，没有共同语言了，这种共同的分享的东西没了，这个真的即使见面了也是有点尴尬，我觉得可能会有尴尬，会而且会感伤，就是以后跟这些人你心里知道，可能再有交流的机会不多了。其实中午去我说没事，我还跟大家去聚餐，但是我后来发现大家都是那种看着我都是哭丧的脸。然后我觉得我还是走吧，我不能在这儿，不能破坏这个场景。对，因为其他人都没有被炒鱿鱼。对，就是我们中午聚餐的那个团队里边，就是其他的这个就是我这个级别的嘛，被辞退的都在伦敦办公室，但是在这个我的团队里边被裁的只有我一个。我觉得我在那儿，我真的很影响大家的气氛。你如果在聚餐的场合的话，大家一定要安慰你，或者是对，所以我当时我就说，哎，我不饿了。我本来是饿的，但是我说啊，我突然觉得我不饿了，我那个我有点吃不下了，我就还是先回去吧。对，他们其实长舒了一口气。其实虽然一方面会觉得需要安慰你啊怎么样，但是呢，那个状态下其实就是人就是很微妙这种情绪，又不能45分钟坐在那儿，大家都对啊，这种哭丧的看着我。变叔，你还是离开比较好。你的选择是对的，你的选择是对的。那你就回家了，好尴尬，为什么？对，但我安慰完了大家，我就是说。
说没事儿没事儿，我看大家还是，然后我就说我走吧，我还是，哎，那你就回家了。回家之后我就发现，就是后来就是感觉越来越沉重。你没吃饭呀？你没吃饭吗？第一是没吃饭，对对，饿死了，然后情绪又非常的伤心。第二是第二的天消息，对，第二天又是工作日嘛，因为是星期四，星期五又是工作日，而且我发现这个东西吧，就是半年了嘛，工作会给你一个惯性。对对对，肯定会。就是你本来你知道第二天你要做这么多事情，突然空了，空虚，所以就是那个惯性就出来了，所以就不知道，就很不适应，就不知道我要做事情，怎么好像就就不用做了。对对，而且所以很多东西都慢慢反应过来，我发现这种情绪啊、感受的慢慢反应过来。对，就人的那个就是悲伤的那个情绪就醒了。我以为我会没有那个情绪，但是没想到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这个情绪就就全都出来了。对啊，我觉得你这个不只是一个工作，你想你做的是中文，你很多心血精力，甚至你的这么多年的智慧都放在里头去做一个产品，就像你真的是像你的孩子一样，你在培育他慢慢长大，突然之间告诉你这东西不行了，扔掉了。你工作难受是一方面，这个东西不能弄了，我是觉得更难受的，好像被人否定的感觉，对，被否定的感觉，真的就是工作员工还有他们处理的方式，就真的就觉得我就是一个数字，就是没有人想要了解我或者是我的工作。那Ben叔这个你因为这个被炒鱿鱼了嘛，瞬间这个公司的薪水也没有了。对不对？对，是的。你有没有考虑到生活的问题，或者是你做了哪些事情来因应突然没有薪水的问题？就还好，在西班牙有一条法律，就是说，如果你交失业保险连着交1年，然后你就可以领失业金。OK，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真的让我体会了一些人生中从未体验过的滋味。就是我以为我人生我已经体会到好多种滋味了。但是又开启了新的一种滋味，就是你平常看领失业金都是在电视里边、新闻里边，对。所以你和我说领失业金，我还没想到你是其中一个人。然后我竟然生活中有一种感觉叫领失业金的感觉。就是我其实蛮好奇的，比如华人好了，华人要去领失业金，可能会有点不好意思，会不会？可能会有点好像不是很体面。会有这个感觉吗？我觉得那种状态应该不这个还好，但是我就觉得我是在国外，就是在就是可能别人都是当地人，好像电影的情节。对，是的，但我应该领，因为我每个月交税交很多的。对，然后那过程顺利吗？过程还挺难的，就是发现在西班牙，你无论想办什么事，你在政府办事，我觉得可能各个国家吧。你做的这个预约是很难的，你要在网上要抢这个预约的这个时间什么的，就是你要不停的刷那个网站，它可能突然在某一个时间点弹出来一个这个预约的时间，所以你要填的特别快，这样的话你才能保证你最后抢到这个预约的时间。所以就感觉领失业金也不是说你想领就领，你要订好几个预约，去政府部门去申报啊，去登记，才能到最后的过程。所以我现在你要到好多部门先预约好多部门，然后去弄手续，最后才能领到。对，证明。就每个国家都这样，不就是你要，这些手续你还不是说直接你过去排队就能办，你必须一定要网上预约好才能去，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只是进行了一半，我后面还要再去提交我的材料。我只是登记我现在失业了啊，我就下一次就是要递交材料什么的。所以那这个只是你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保障嘛，你后面的事业你是不是又重新开启了？要换工作了。就失业的第一天我就有什么打算？对。第一天我还挺理性的，我就瞬间就给我所有的学生发信息，我说我又可以回来上课了。我记得你之前好像并没有完全中断这个教书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一直在留2手准备，因为他们签了1年的合同嘛，我在想，那我1年到期了以后我怎么办？所以我每周我还教10到15个小时的课。那你还能教那么多啊？那你厉害。但是现在
虽然没有主职工作，我还有这个10几个小时的课能帮我维系一下。那我但是我那个主职工作的时间就空出来了。对，就是所以我在想可能要做一些就是小班课啊、集体课这样的，可能啊。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们对某个等级感兴趣，留言啊，你说我想学 HSK 1234566，变叔现在有时间上课了啊，你们对，有时间上课，赶紧的，赶紧的。赶快对对，哎，那所以我们指下面是什么？你们点下面有链接留言告诉我，如果我开集体课，你们想学 HSK 1，还是想学商务中文，还是想学口语，想学考试，告诉我，然后我可能把你们组成一个班上课，变成一个小班制的。对。那如果各位同学如果只是想用中文聊聊天，可以找我，我跟你聊天就可以了，纯聊天课可以。但是说白了，其实就是还是刚才那个惯性的问题。对，就是我本来是自由职业者，我自己当自己的老板惯了。对，然后这个工作它是把我从自由职业的那个状态拉到了办公室的这个状态。如果是3个月的话，我觉得我还适应的。但是6个月已经彻底把我融入到这个公司里边。对，所以我第一的感觉就是我失业的第一个做的事情其实是去找相同的公司，而不是说去回来教课。真的啊？OK，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觉得我教课其实是更让我那个有保障，或者是就是而且是我更喜欢的。但是在那一个点，就是你第一个想法是被这个惯性影响去再找公司。但是挺奇怪的。类似工作形态的公司是你第一个想法，先去找。但是现在过了5天之后，我就觉得我还是要当老师，就是慢慢的从那个惯性里边再跳回来。那感觉就像你失恋了以后，那个瞬间想，哎，我应该找个更好的男的，然后不是女的，说错，就是等过段时间冷静下来，好像社会已经开放了，真的就是失恋的感觉，没错，就是这种感觉。失恋的当下，你会想找一个，哎。这个是不是隔壁班有个女生也蛮喜欢我的，会倾向找个备胎，对不对？对，找更好的，继续谈恋爱。他不值得我这么爱他，对，他不值得我这样。对，我要找个比你们公司更牛的公司，看他们有没有机会。我去浏览就是竞争对手的网页，看招没招人。对。后来过几天才发现，哎，还是单身好了，还是不要谈恋爱。对，是没错。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如果去你的竞争对手的公司，然后我把这个。你不要我用我的能力给他们做出课，我就是吓死你们，争一口气的那个感觉。对，但是后来想想，这个不是我想要的，还是这个教学生吧，挺逗的这个感觉。我觉得你这些东西真的有很多可能性，像你说，首先写书呀，你这积累这么多东西，我觉得肯定能写得很好。而且咱们大叔火，我真的想咱们可以推出一个 APP， 把这些东西弄进去，真的。很多东西还有大叔，我真的大叔一直是我的项目，所以我想这个大叔真的要把它做大。我们真的后期可以推出一个 APP，我奔叔有这个经验，真的是。我们可能大叔慢慢要推出会员制了啊，就是对，我觉得不然的话，奔老师也需要吃饭呢，快没钱了。失业金我只能领4个月，4个月之后我就是没有失业金了，所以我真的4个月我得用完。就是你看大叔们每个星期这么多时间要剪。要做内容，大叔们快要喝西北风了啊！我们大叔们是不是要加快进度了？得双更了。所以这个各位同学，但是我们的会员制就是其实就是都不到1杯咖啡的钱，就每天你买一瓶水的钱。就是如果各位同学想要我们这个episode 的那个文字档你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那到时候就可以得到这个每一个 episode 的文字档，然后更容易理解我们这个平常节目在聊什么。这是1集啊，最初级是1集，而且我们后面会有更多的这个功能。对，而且我们的这个会员变成了一个宣传好了，怎么变成宣传视频了？这不是我们不能太不是我们的初衷失业是吗？我们是一个纯性的一个这个平台，不能太商业化。我们每次都欢迎大家要加入会员，没有计划这个事。而且我们会员的这个名字很好听哦，叫小鲜肉，小鲜肉小鲜肉们，小鲜肉，对。那这个新的篇章，对，最后问一下，这个Ben叔其实已经迈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从一个上班族变成了又回来一个
比较属于自由职业者。那Ben叔，你未来的人生规划会有哪些方向？出书？首先，对，第一就是出书，因为我有在问灿叔，因为灿叔已经成功的出书了嘛，他有很多经验，所以我想跟他学学怎么排版啊这些内容，然后怎么样就是出版这些书。就这个Ben叔，你会走亚马逊这样的通路是吧？我觉得会快一点点。对，快。我自己真的不知道怎么联系这种出版商啊，这种。对你那个很麻烦，而且那个很麻烦。对，这个算亚马逊可以直接出版，对。方便对出书。好，第一个方向，好，各位同学听着了啊，如果Ben叔出书的话，赶快去抢购啊。这个要好长期的计划了，对。第一个短期计划就是这个1对1的课和这个集体课，我打算重新弄起来。对，小班课。那第3就是这个自媒体，因为我自媒体因为这个全职工作我放了好久了，就我半年都没有动我的自媒体，而且现在但是很好，这半年我跟2位嘛，就是2位大叔合作，然后有了大叔中文，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大叔中文，我自己的频道，还有各种我的 Instagram， 还有国内的我那个哔哩哔哩教中文老师的那个频道，我想都在弄起来。对，所以现在有时间了嘛，就可以慢慢的做好这些。哔哩哔哩跟西瓜。西瓜不做了，西瓜都是跟抖音似的，大家就是看好玩的东西，不会看这种。比较多，对。哔哩哔哩好像也直播什么也比较盛行一点。对，因为国内老师还挺喜欢看就是在线教中文的这种视频，对。需要经验的，对。然后就是主要就是这3个事情，然后如果突然又出来一个，那可以比我现在公司好的公司，然后能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的话，可能我也会考虑下马威。还是有一点失恋后的有点想报复的那个心理，没有那么大，但是就有一个像男女朋友分手之后，你想报复那个女生，对不对？对，有那个感觉，但是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就是还是有的，觉得没有受到公平的。你也不排斥有另外同类型的公司来找你去上班，对不对？不排斥。我觉得这个月我可能不排斥，但是一旦我从慢慢这个习惯了，跳出来就不想了。对，就跟失恋似的，你这个真的失恋的感觉对你没有影响了，就真的开始新的篇章。对，后面享受单身的日子，哎，没人管我，太舒服了，想咋就咋啊！对。所以这个在这一个月内，如果这个各位听众有这个类似性质的公司的，也可以联络我们的Ben叔啊。还有就想提醒，就是比如像之前美丽啊他们的Ben叔现在是脆弱期，就是需要一些情感的慰藉。那美丽呼吁美丽，还好，还有一些同学，这个因为偷暗恋，因为最近慰问的人太多了，所以就导致我又有点想这个事情，所以对，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下边慰问我。对，我发现，灿叔，我们完全没有想要安慰Ben叔的念头。对，我反倒还挺开心的，他回来了，我们可以好好的做这些。对，我们可以开心，对，因为我们用全力来做好，可以更多时间来录这个大叔中。对，真的，我们大叔可能再录一段时间可能会双更，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做的越来越趁手，明年越来越习惯了，过一段时间。而且这个很多听众真的也很喜欢我们的频道，我们现在频道成长的速度还蛮快的，所以在这里我发现好多视频都超过2000了，而且是吧？它前期的一直在涨，我发现对，就不是说以前的视频就没人看了，就每期都有人看，我觉得还挺好的。所以这个通过Ben叔的这个经验啊，我们也在这里呼吁各位同学，如果喜欢大叔中文的频道的啊，这个支持我们。然后其实我们3位大叔也非常的享受录这个大叔中文的节目，我觉得每次录大叔中文我都觉得很开心。对，而且我们都不打草稿的，就是说聊什么话题啊，就是对我老婆每回说你每天每次和他们录视频都可开心了，陈天天你哈哈哈哈哈，是，我说是很开心是。然后这个今天的主题也是昨天临时想的。对，突然我们本来说今天要聊这个话题，然后改这个话题，突然又改了，因为周4嘛，上周4发生这个事儿，我们又改到。其实我们因为已经
存了好多货了，同学们。但是因为变数这个事儿我们优先，所以这个明天见。星期突发状况，真的吗？明天呢？对啊，变数明天见啊！明天就要，因为你这个是即时性的啊。对呀，对呀，对呀，新闻在抢第一手了嘛，这是对第一手消息嘛。所以这个灿叔已经说好了，明天啊，这个字幕配备明天就上去了。啊，是吗？把这个消息我都不知道。你看我们就这么随便，太随性了。视频对，直接第二天。我们从变数那个直接拉到我们宣传大叔。对，完美。明天就让你们体会我的悲伤。我完全不觉得很悲伤，我很开心，变数终于回来了。对，我也有这种感觉。是，我也感谢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不能太依赖一个公司，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就是你那么辛苦都帮别人赚钱了，对吧？为他人作嫁衣裳。老板其实靠员工赚钱，不是说我们靠老板赚钱。我觉得要把这个思维换过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3位大叔都也一把年纪了哦，所以他很年轻，我们俩差不多了啦，已经不是小鲜肉，不是小鲜肉了啊。那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啊就开始去创作自己的想法，创作自己的作品，然后在自己的平台，我觉得这是最棒的，又是自己的东西，又是自己的平台，我觉得，然后又很多人支持，这是人世间最好的事情，最开心的事情。对，而且说实话，你做的东西就在那块儿都出来了，就在那块儿完完整整就在那块儿，它不会走，不会别人抢走，不会被别人抱走的，对，不像小孩被人家抱走，这个东西在网络上就永远留着。对，我觉得笨叔这个最难过的应该就是这个状态，投入那么多心血，最后也见不到作品，没办法延续。但是后来我想了一想，就是觉得虽然挺难受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也觉得，我看的比较开，我觉得挺好，就是多了一种人生的体验。因为我以前觉得可能，经历了很多事情，不会有在特别大起大落的神奇的大起大落的这种体验，会让你情绪起伏。但这次。我就是自己，虽然我是很理性的人，但是我发现这个情绪真的有很大的起伏。这一次之后，我就觉得真的资本家太聪明了，就是他们玩这些游戏玩的很厉害啊。对，就是因为我老婆是学那个心理学的嘛，她成天和我说，情绪这种东西，你要让它流淌，难过就难过，就抒发出来，喊一喊，骂一骂，过去，慢慢就会过去，生活还会慢慢恢复正常。你要不要跟你们聊一下好多了，是的。对，我们这一集就是要让变叔发泄而已。没错，我以为我自己可以控制住这个情绪，但是后来要不要爆个粗口？我把你算了，不要黄标了。变叔，你如果现在变叔，如果现在你想爆哭，你哭没关系。还好，就是还没有到想要哭的那个点，就是觉得，就是蔡叔说的这个投入很多心血的东西，你很兴奋，很有激情的做的某一件事情，突然别人给你终止了，这个是挺残忍的，这个是最难受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做好了大叔频道，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被取消了，突然被黄标。对啊，就是说什么你们这个下架了，不可以，摸头，不会，对，不会，这个永远不会的。但是不会啦，我们做的是优质的内容，不会。对，因为我们超爱这个东西。我的意思就是说被拿走。对啦，我觉得我们这把年纪了，真的要尽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人生才不会后悔，真的。是。好，3个人的，3个人突然评度是不赞同我说的话，但是我不知道是要结尾还是说要继续。对啊，我们差不多要结尾，差不多结尾了吧？今天结尾可以了，我觉得这期各位同学听了变叔的这个被炒鱿鱼的过程，你们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啊。那我觉得被炒鱿鱼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反思自己的人生是不是有另外一条路走。是不是有自己喜欢的爱好可以做？千万不要绝望或伤心，因为人生本来就有很多种选择。不管怎么样，要保持乐观的心情。然后，我们有一句话说：“上帝帮你关了门，他还会再帮你开另外一扇窗嘛。”对，所以这个人生永远有路可以走，不要绝望哦。我们要保持乐观跟希望。那这个变叔分享完这个经验之后呢？我们3位大叔也要告诉各位，我们的会员制快要上架了。
各位同学，千万要支持我们啊！还有你们想要得到什么样的这个会员制的内容？什么对你们有帮助？比如说，要不要我们挑出来这个视频里边的重要的核心词20个、30个这样的，你们都可以给我们一些点子。对啊，对，或者是说，除了这个字幕之外，你需要如果你要高级的会员，需要3位大叔的签名照，没有问题。这个你们不觉得吗？还要做对啊，我可以从西班牙给你们寄那个我亲笔写的那个对啊，还要做高频字，多累啊！如果那个比较高阶的小鲜肉，他们要我们的签名照，那容易啊，我马上签了就寄过去。对，但是明信片我觉得这个都没问题的，是吧？我们可以做那个大叔中文明信片，应该很多人要。然后我们就不用做高频字了，做高频字好辛苦。对，就是这么善变。字幕啊，字幕还有3位大叔的签名照，还有很多惊喜啊！现在或者是我们在想呢，我们在想，对，我们还在想。你们如果有想到什么很好的 idea，你们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啊。对，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那好的，那下期再见了。再见了，好仓促。下期对有一个好重要的内容嘉宾说了下期有嘉宾，对佩佩老师，对，下周。